一对夫妻惨死在自家的浴室里，整个房子里到处都是鲜血，可见凶手是有多么的残忍。奇怪的是，凶手竟还在现场留了一个大大的怒字，这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凶手的怒又是从何而来呢？对现场经过勘查后，警方发现凶手杀完人之后，并没有第一时间离开，而是在房间里大吃大喝，甚至还洗了个澡。鉴于房门没有被破坏的痕迹，所以凶手很有可能是假扮成外卖员入室行凶的。经过调查后，警方将嫌疑人锁定在了一个叫山神的男人身上，可找到了他的住所后，这个山神早已逃之夭夭。时间转眼来到1年后，凶手还是没能抓住。1年来，警方几乎搜遍了全国，也没有发现山神的任何踪迹，所以警方推测山神应该是整容后改名换姓藏了起来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想要抓到他可就难了。但顽强的日本警察并没有因此放弃，而是利用电脑合成技术模拟出了几幅画像，并通过电视台公之于众。接下来就只能寄希望于人民群众了。但事情绝对不会那么简单。首先是身处东京的优马，他是同性俱乐部的 VIP 成员。这天他在俱乐部里俘获了一个叫直人的男人，两人一拍即合。优马甚至带直人去见了重病在床的母亲，两人也顺理成章地住在了一起。可好景不长，这天优马无意间发现直人和一个女孩子在咖啡馆里有说有笑的。当晚他便质问直人是不是双向的，可直人却支支吾吾的不肯正面解释。优马非常的生气。就在这时，他却在电视上看到了警方发布的凶手的合成画像，其中有一幅和直人非常的像，而且凶手有个最显著的特征，右脸上有3颗痣，直人刚巧也有。回想起当初刚认识直人时，他就对过去的事闭口不言。优马当时就意识到，直人很有可能就是警方要找的杀人凶手。他看向卫生间里正在洗漱的直人，可能是出于这段时间的友情，他没有当场戳穿。可没想到第2天，直人就不告而别了。又过了几天，优马忽然接到了警方的电话，询问他是不是认识直人。因为担心被牵连，所以优马立马矢口否认。挂掉电话后，还把家里所有和直人相关的东西都扔掉了。从那以后，优马也不管直人是不是什么杀人凶手了，全当他没有出现过。可这天，他又在咖啡馆里看到了上次和直人约会的女孩，不过这次只有他自己。可能是放不下那段友谊，他鼓起勇气和女孩打招呼。可没想到的是，当他做了自我介绍后，女孩却表示早就听直人提起过优马。优马瞬间产生了很多疑问。经过详细的沟通后，优马这才得知眼前的女人是直人小时候在孤儿院里最好的朋友，两人一直都像兄妹一样。可更震惊的是，其实直人一直都患有心脏病，身体状况每日愈下，无奈辞去了工作。可就在他最绝望的时候，优马出现了。两人的相处也让直人重拾了活下去的希望。那天两人见面时，直人也一直在夸赞优马，可后来直人被优马误会，便离家出走了。没想到无家可归的他忽然病发死在了公园里，而警察当时给优马打电话，也只不过是想让优马去确认尸体，根本就和杀人案没有任何关系。得知这个真相后，优马痛不欲生，他后悔当初没有相信直人，可如今说什么都晚了。到这里，优马的故事就告一段落了。可那个凶手到底又在哪里呢？与此同时，在千叶，一个男人忽然发现自己的准女婿也和电视里的凶手画像非常相似。一个充斥着鲜血的住宅里，一对夫妻惨死在了自家的浴室里，凶手还在现场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怒字。经过调查后，警方锁定了嫌疑人山神，可经过1年的抓捕，连凶手的一根毛都没找到，所以警方断定凶手是做了整容手术后改名换姓藏了起来。无奈之下，只好合成了几幅画像公之于众。身处千叶的老艾在电视上看到了凶手的画像后，感觉非常的眼熟。2个月前，他的工厂里来了一个叫田代的小伙，女儿小艾还和他情投意合，但是田代的身世有很多疑点，所以老艾就暗中调查了起来，发现田代之前改过名字。虽然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原因，但他感觉这个田代不是一个值得托付的人，便不同意女儿和他交往。可女儿却说自己早就知道田代改过名字，那是因为他的父母欠了很多的高利贷，为此双双自杀而亡，但是高利贷也因此转嫁到了田代身上。为了躲债，他才改名换姓来到这里的。老艾听后便不再多想，同意了两人继续交往，甚至还给两人在外面租了房子。可万万没想到，又看到警方公布的杀人犯画像和自己这个准女婿非常的相似。他连夜跑到女儿家门外，偷偷观察起了田代，发现他和警方说的凶手一样，也是个左撇子。至此，老艾基本确认田代就是电视上所说的杀人凶手。但是为了女儿的安危，他没有立即戳穿田代，而是第2天趁田代不在时，偷偷告诉了女儿。可小艾看着警方的通缉令，还是选择相信田代，说只是有点像而已。老艾对这个女儿非常的无奈，只好继续想办法确认田代的身份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其实女儿也因为通缉令和田代产生了若有若无的隔阂。直到这天，小艾冒着大雨找到了父亲，他告诉老艾，田代上班时自己给他发短信挑明了一切，还告诉田代，如果他是凶手就不要回来了，如果他不是凶手，那回到家就能看到自己为他准备的晚餐。可没想到田代真的没有回来，而且已经联系不上了。小艾非常伤心，他无法接受自己深爱的人是个杀人犯，但最令他伤心的还是田代的不辞而别。这个时候老艾还是很冷静的，他叫来了警察，采集了田代的指纹。可经过确认后，发现田代真的只是为了躲债而逃来的这里，并不是警方要找的杀人犯。得知这一结果的老艾非常后悔，可最
绝望的还是小爱，她因为不够信任，彻底失去了那个心爱的男人。到这里，小爱和老艾的故事也告一段落了。但警方要找的杀人凶手又到底在哪里呢？与此同时，在冲绳的一个餐馆里，老板娘看着警方公布的画像，再看看店里新来的伙计，虽然感觉很相似，但她却选择了一笑而过。在自家浴室惨死的夫妻，血淋淋的案发现场以及门后大大的怒字，无不预示着这是一个穷凶极恶的凶手。可经过1年的调查，警方依旧没有抓住凶手，只是锁定了一个叫山神的嫌疑人。可找遍了整个东京，却都一无所获。警方推测凶手是整容后藏匿了起来，所以只好用电脑合成了几幅画像后公之于众。新闻随之传遍了整个日本。冲绳岛上的一家餐馆里，老板娘看着和嫌疑人非常相似的伙计，却选择了一笑而过，因为她不相信这个开朗能干的伙计会是个杀人犯。可没想到，没过几天，这个伙计就像发疯似的砸了店铺后逃之夭夭了，留下了一脸懵逼的小黑。因为这个伙计正是他介绍来的。第二天，小黑驾驶着快艇驶向大海深处，他要去找那个伙计，弄明白一切。原来几个月前，他带着刚来冲绳不久的小泉去散心。小黑非常喜欢这个新来的同学，也知道小泉的母亲在外地有一些让人不开心的丑闻，所以一直都非常照顾他。可两人刚来到这座荒废的小岛，小黑就因疲劳驾驶想要休息一下，小泉就独自在小岛上闲逛了起来。他在一个破房子里发现了一个背包客，男人自称叫田中，全国各地的流浪。小泉一向喜欢结交朋友，对于背包客更是格外的感兴趣。两人简短的聊了几句后，小泉就要回去找小黑了。临走时，他还答应田中替他保守在这里见到过他的秘密。几天后，小泉和小黑在市区约会，恰巧又碰到了田中，三人一起吃饭喝酒。小黑不胜酒力，几杯酒下肚后就不省人事了。田中本想送二人回去，可小泉却说自己可以搞定，田中就先行告辞了。小泉再一回头，却发现小黑不见了。他四处寻找，却不小心误入了美军基地，结果就被2个美国鬼子强行玷污了。他绝望的挣扎，却无济于事。而此时，小黑正躲在远处目睹着这一切，懦弱的他不敢上前阻止。好在忽然有人大喊警察来了，2个美国鬼子这才落荒而逃。可一切都晚了，小泉已经被玷污了。小黑颤颤巍巍地走上前查看，他拿出手机要报警，却被小泉制止。他想给自己留下最后一点尊严。这件事情过后，小泉就再也没有出过门，只是躲在母亲的怀里寻求安慰。小黑也因此非常的自责。他独自驾船来到那座小岛上散心，恰巧也遇见了住在这里的田中。他没有告诉田中小泉的事，却被田中的幽默所影响，心情恢复了许多。之后还将田中介绍到自家的餐馆里打工，店里的人也都非常喜欢个性开朗的田中，甚至发现他长得很像电视上说的杀人犯时，也没有把他和凶手联系在一起。没多久，小黑终于忍不住向田中说起了小泉被美国鬼子玷污的事，他非常的自责。可田中却说，其实那晚他也看到了一切，当时他也没有勇气上前阻止，只是大喊了一句警察来了。2个男人为自己的无能感到非常的痛苦，相互发誓一定会一辈子为小泉保守秘密。可没想到当晚田中就砸烂了店铺后逃之夭夭了。第二天，小黑再次的驾驶快艇去小岛上找田中，可却在那所房子里发现了一个大大的怒字，而田中却在外面对着镜子想割掉脸上的3颗痣。至此，小黑也终于知道田中就是电视上的杀人犯了。田中看到小黑后，不慌不忙的来到房间里，他也不再装了，说着其实小泉被玷污的那晚，并不是他喊的警察来了，而是对着那幅场景自娱自乐了起来。不知道哪个部长眼的大爷喊的警察来了，打扰了他的雅兴。说着，他还倒立了起来，变态的说喜欢血液流到头顶的感觉。听到这里的小黑彻底破防了，他捡起一把剪刀刺向了这个侮辱小泉的家伙。最后，田中死在了岛上，而小黑也没有受到惩罚，因为警方最后确认了田中就是杀害那对夫妻的凶手山神。可他的动机是什么呢？他的怒又到底来自哪里呢？最后，警方从另一个犯人那里得到了答案。原来山神是一个社会底层的打工人，每天都游走在搬砖和去搬砖的路上。这天，他接到劳务公司的通知，去一个地方干活，可赶到后却发现那里只是一个偏僻的住宅区，根本没有什么工地。他打回劳务公司询问，却被告知和1周前的工作搞混了。劳务公司甚至连个道歉都没有，就匆匆挂了电话。炎日的天气让山神非常的烦躁，他坐在一户人家门前，试图让自己冷静下来，可自尊心被人无情践踏，他只会越想越气。这时，这户人家的女主人回来了，她没有对山神恶语相向，甚至出于同情给他送来了一杯冷饮。只是他不知道，这种同情对于山神而言也是一种侮辱。最后，怒火攻心的他杀害了这个无辜的女主人，甚至当其丈夫回家时，又将其杀害，还在门后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怒字。看到这里，可能你会想说，山神这怒的也太随意了。但不是有句话这样说吗？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他人善。女主人的同情应该只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。山神之前的经历可能不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，只是这对夫妻死得太冤了。